美国和加拿大呀，这两个国家真是很有意思。你说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国家吧？但是他们的语言、文化甚至生活方式都几乎一样。那你要说他们一样吧，但是呢，在社会体制和国民个性上又有本质的区别。我之前也有不少的节目都是在分享这两个国家在文化、历史和价值观上的一些区别。但是今天呀，我们不聊太多枯燥的东西，就来说说最实际的移民生活上的对比。那么既然我们今天是从生活和实用的角度来进行对比呢，那一上来啊，我就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生活成本的一个问题啊。生活成本中啊，大家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食品价格，比如说肉、蛋、奶、蔬菜、水果等等。但是呢，对比食品价格呢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食品的种类太多，质量和档次也都不太一样。而更加关键的是呀，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内，也有可能是各个区域的食品价格都不相同。那我就先说说我的主观感受哈，我的感觉呢是美国的食品价格要普遍是要低于加拿大的，但是呢，便宜的范围也有限，大概就是10%到15%之间。美国呀，是因为食品工业极其的发达，价格呢也相对的比较低。而加拿大呢，因为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呢等级更高啊，产量也没有美国那么大，自然呢价格就要高一点。就比如说牛奶哈，加拿大对于奶牛激素的使用以及一系列的这个动物还有环境保护的规范呢，都要比美国严格很多。那么2018年呀，当时有一个替代原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叫做美加墨三国自由贸易协定，它正在重新签署的时候呢，美国和加拿大呢就是因为牛奶的问题僵持了很久，就是因为加拿大不允许美国的低价牛奶倾销到加拿大。那么这里面我们做一些基本的比较哈，我们就拿 Costco 的网站价格做一个对比，它相对来说比较公平。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 Costco 的网购的最便宜的4升的牛奶是6.59加元啊，折合4.84美元。再来看美国加州圣何塞1加仑的牛奶呢，最便宜的是4.27美元啊，比加拿大便宜一点。但是呢，由于美国的1加仑呢只相当于3.78升啊，比加拿大的4升稍微少一点，所以折算下来呢，美国大概也就是比加拿大便宜了10%左右。再来看鸡蛋哈，加拿大 Costco 的网购60个一盒的鸡蛋呢是23加元，折合16.9美金，而美国呢是14.03美元，比加拿大便宜了17%。但是呢，加拿大的 Costco 的鸡蛋啊是 extra large， 也就是超大啊，比美国的要高一个等级，所以折算下来啊，其实价格也就是高了10%左右。我们呢就只简单的对比了这两种最常见的食品啊，您像肉类啊，还有其他的食品啊，它差别就太大了啊。但是呢，美国依然是比加拿大要便宜一点，但是呢，范围有限。这里啊，您可能有一个疑问，不是说加拿大的消费税更高吗？比如说在温哥华是12%，多伦多是15%，而美国最高的这个加州呢，它的消费税才只有7.25%。那么其他的很多州呢，都是在5%到6%之间啊，甚至还有几个州是没有消费税的。这里面我就要跟您说了。涉及到基本食品啊，比如说米面油、肉类、水果、鸡蛋、面包等等，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啊，都是没有消费税的，只有经过加工过的食品才需要交税。当然了，我们上述说的一些食品价格的对比呢，只是一些非常笼统的数字。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呢，总共有19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啊，不可能在哪里的食品价格都是差不多的。你比如说，在美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啊、夏威夷，或者是加拿大的黄刀啊、白马这类交通不是很方便的地方，它的食品价格自然也就是要贵一些的。那么再比如在纽约的这个曼哈顿啊，或者是加州的一些富人区啊，它的价格呢也是高出天际啊，所以真的是很难一概而论。那么尤其是我们后面要对比的这个房价呀，这个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教育成本啊，它的区域的差别就更大了。所以我相信啊，您可能也会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啊，有的说是美国的物价比加拿大便宜好多，有的又是觉得呢美国的物价非常的高啊。这些认知的差异呢，其实大多都是由于区域的差异所造成的。那么无论如何呢，我相信在食品上啊，这两个国家其实是半斤八两的。
那么这里呢，我不得不说在大城市生活的一些好处了啊。尤其是对于华人来说，在美国的这个纽约啊、加州的洛杉矶、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多伦多，其实呢是有大量的亚洲农场存在的。他们生产的一些华人喜欢的蔬菜、水果和肉类呢，是稳定的供应当地的华人超市，那么价格呢普遍也比较低。而在一些华人较小的城市，那么华人食品的价格就非常的高了。你不用说小地方，就连这个美国的西雅图就是在这个温哥华的旁边，那么它的亚洲农场也是非常的少见。所以呢，也有一些西雅图的华人呢，会在周末的时候来温哥华进行采购。不只是价格关系关键是温哥华的选择也会更加的丰富。但是呢，有一点，加拿大比美国要贵了很多很多，那么就是烟和酒。那么加拿大呢，可能是全世界烟酒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了。那么它的香烟呢，加上税，普遍是在20加元一包左右也就是100人民币要出头了。而美国呢，这个6到8块钱一包的这个香烟是很常见的，也就是加拿大1半的价格。那么酒类也是同样，加拿大的啤酒呢，普遍要2到3加元一罐我们正常喝的一小罐，而美国呢，一般是1到2美元。红酒呢，也是美国便宜很多。所以有很多加拿大人去美国旅游的时候呢，回来都会带上1-2瓶酒。那么加拿大的烟酒价格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不鼓励征收重税，第二呢是加拿大的这个烟酒零售呢非常的垄断，在大多数的省份呢都是政府垄断烟酒专卖制所以价格也就自然高了上去。另外美国的汽油价格也是要明显高过加拿大的但是在油价呢，各个地区城市甚至在一个城市的这个2个加油站只相隔1条街，它都是有明显的差别的。这里面呢，我们就拿美国的最高油价的这个加州和加拿大最高油价的 BC 省做一个对比。在2024年的9月美国洛杉矶 Costco 加油站的一个这个最普通的，也就是价格最低的这个汽油呢，是3.89美元1加仑，那么折合呢是1.4加元一升。而温哥华地区 Costco 的油价呢是1.63加元一升大概呢这个加拿大是要比美国贵了20%左右。我们再说说这个餐厅消费衣食住行呢是生活的刚需，而餐厅消费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的。那么根据我的个人感受美国的餐厅消费呢是要高于加拿大的。先说说我的亲身体会上个礼拜呢，我刚去了一趟美国的西雅图。那么在西雅图南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社区中呢，吃了一碗这个越南牛肉粉它的这个谷歌评分是4.2分。一个大碗的中等价位的牛肉粉呢，大概是19美元左右，那么折合呢是25.8加元。而上个月呢，我在这个美国密西根州的一个小镇上吃的越南米粉呢，也是要差不多的价格。再来看加拿大，我们就随便找一个加拿大温哥华列治文的一个牛肉粉谷歌评分也同样是4.2，它大碗的价格呢是15.25加元您看加拿大15加元，美国25加元，这个差异呢还是比较大的。这里面再说一句题外话越南米粉的英文呢叫做 pho， 是在全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类亚洲餐厅，尤其是在北美遍地都是，各个族裔都很能接受。尤其是现在几乎是我觉得可以跟中餐跟日餐分庭抗礼了。而在更加常见的这个美式快餐当中比如说我们就这个拿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的一个叫 Popeyes 炸鸡来做比较在美国和加拿大呢，这个 Popeyes 炸鸡有3000多家分店。那么在温哥华的 Popeyes 呢，一份带饮料的3块鸡的基本套餐呢是13.99加元。而在美国的洛杉矶同样的套餐是12.59美元，折合呢是17.1加元，整整呢比加拿大高了20%。其实很多人不知道Popeyes 炸鸡呢其实是创立于美国，但是呢它和 Tim Hortons 以及汉堡王呢都是隶属于同一家的加拿大公司。当然了，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局部的调查可能会比较片面。我们再来看一家全球最大的生活成本对比机构叫做 Numbeo 的这个数据。
那么这家机构的数据呢比较全面，也是世界呢各大媒体和联合国的一个数据的引用源。那么根据 Numbeo 的一个调查呀，在一家非快餐类的中等价位的餐厅消费，那么加拿大全国的平均价格呢是$18.42，而美国的平均价格呢是$20。所以啊，您看，无论是我的个人感受，还是机构的数据，总体来说呢，在美国的餐厅吃饭是不便宜的，平均呢要比加拿大贵10%以上。这里面我们再额外说说中餐哈，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多伦多的中餐呀，也是要完胜于美国的这个纽约或者洛杉矶的啊，无论是种类、质量还是价格。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呀，我在温哥华的这个列治文啊，每周的工作日呢，都是要抽出一天的中午去吃这个陕西的油泼面啊，大份的这个油泼面呢是11+元，分量非常的足，而且它的味道呀不亚于国内，都是这个陕西师傅现拉的面啊，现这个浇的这个辣椒油，非常的地道。而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或者多伦多呀，您可以吃到任何一个这个中国地方的一个美食，而且都非常的地道。这点啊，美国还真的是比不了。下面我们就说说这个衣服和娱乐哈。在衣服上呢，其实北美不是特别讲究啊，它的时尚程度呢，至少是比欧洲和亚洲是差了很多。那么除了功能性的一些运动类的服装啊，日常生活的这个衣服，其实美国和加拿大呢，大多数都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价格呢也相差无几。但是美国呀，还是占了这个商业发达的优势，有更多的这个打折和特卖，尤其是一些美国的品牌的功能服装，你比如说这个什么 Patagonia 啊，什么这个 North Face 呀、Mountain Hardwear 啊，都是美国的品牌，它自然呢在本土的打折也就更多。但是呢，加拿大是，比如说始祖鸟、Lululemon 和加拿大鹅的故乡啊，加拿大也是这几个品牌在全世界最便宜的地方。我们再说娱乐，美国的娱乐呀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它的消费是没有封顶的。而加拿大呢，娱乐上明显要落后于美国，尤其是在文化和艺术上。但是呢，加拿大更加热爱户外运动和体育运动。好，我们上面就对比了一些这个吃穿玩，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说说所有人都关心的房价。房价对比啊，又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更是很难放大到整个国家去做对比。比如说啊，您就说中国的房子是贵是便宜呢？就拿我的东北老家来说哈，很多城市的房价呢已经开始鹤岗化啊，几万块钱就可以买一个2居室。而同样的房子，如果放到北京、上海、深圳，那么动辄就要几百万，那么价格呢相差了100倍都不止。美国和加拿大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按照平均的房价来做对比啊，其实意义是不大的。所以啊，今天我们对比的主要是以华人移民定居最多的一些地方来进行比较啊。加拿大呢就是 BC 省和安大略省，也就是温哥华和多伦多。那么生活在这2个地区的华人呢，占到全加拿大华人的80%以上。而美国的华人最集中的呢，则是加州、纽约州、德州以及华盛顿州。代表城市呢，就是洛杉矶呀、旧金山呀、纽约呀、休斯顿、达拉斯以及西雅图。可以说呀，在美国的华人呢，绝大多数都生活在以上几个地方啊。当然了，在这个波士顿啊、芝加哥也会有一些华人，但是呢，这里面我们就不一一细说了。我们先来看这几个城市的平均房价，也就是所有房子不分房型档次的平均价格。而且呢，地理范围呢也是限制在小的城市这个行政区，并非是大都市群。那么截止到2024年的8月呢，旧金山的平均房价是129万美元，洛杉矶呢是95.7万美元，纽约是76万美元，休斯顿是27万美元，达拉斯是32万美元，西雅图是87万美元，温哥华是95万美元，多伦多呢是81万美元。其实啊，平均房价我们也只是看看就好，其实呢，参考意义是不大的。北美的房子呀，主要分为这个独立屋、联排屋和公寓3大类。那么房价呢，也受区域、人口和教育等等因素的影响非常的大，一个房子一个价格。而且啊，北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城市的占地面积都相对比较大。
就比如说最典型的洛杉矶或者多伦多呀，都是巨大的都市群，而且非常的分散。城市中的每个区域的价格的有可能就相差了几倍，甚至是10几倍。而且呀，美国和加拿大的社会呢还有一些不同。加拿大的整体社会结构呢相对来说比较扁平啊，没有太多的贫困人口。当然了，富裕阶层也没有美国那么有钱，所以啊，加拿大的房价差异呢不是特别的大。而美国的贫富差异就太大了，再加上种族和犯罪率的问题，导致一个城市中的房价悬殊是极大的。而在对比房价这件事上啊，也几乎很难做到全面客观。那我今天啊，就索性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做一个比较哈。咱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城市当中最好的社区究竟房价有多高。我所选取的呢，都是各个城市中最有名的优质社区，它的环境、教育、治安都是最好的。先来看旧金山哈，旧金山是美国公认的房价和消费都极高的地方。但是呢，旧金山的这个市中心呢，并不是最好的区域。从生活环境、教育打分以及人口素质等各方面来说，反而是临近斯坦福大学的这个 Palo Alto 啊，是公认的一个好区，房价呢也自然是相对非常高的。这个呢是美国最流行的二手房平台 Zillow 的一个最新的截图。那么这里面我们选取的呢是独立屋的价格。我们可以看到啊，在 Palo Alto 现售的最贵的有3000多万美元的豪宅，那么最便宜的呢大概也是在300万美元上下。这里面呢，我们不看那些超级豪宅，也不看最低的有可能的那些问题房啊，就选择一个中等价位的500万美元的房子，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这栋售价499.9万美元的房子呢，房屋面积是1821英尺，占地面积呢是6970英尺啊，4个卧室，2个洗手间，建于1958年。说实话呀，房子非常的一般啊，跟豪宅完全沾不上边儿。但就是这样一个70年房龄的老房子啊，也是要500万美元，折合呢670万加元，也就是3600万人民币。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啊，这样一栋房子每个月的房产税再加上保险就要6791加元，也就是9000多加元。那么光这笔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啊，可能就要超过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这个税后收入了。那么旧金山的房价，尤其是Palo Alto，不愧是高得吓人。那么我们再来看洛杉矶，洛杉矶啊，公认最贵的区域呢是比弗利山。这里的居民呢，非富即贵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好莱坞明星都是定居于此。那么它大多数的房子都是在1000万美元以上，甚至呢限售的还有6500万美元的房子。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还是选取一个中间偏低价位的885万美元的房子。那么它的房屋面积呢是6000尺，占地面积呢是0.28英亩。这个房子呀，可以归到豪宅的范围了啊。但是呢，它每个月的税和保险的支出呢也非常的惊人啊，要11653加元。我们再来看看纽约的房子 ，Southampton Village， 也就是南安普顿啊，是位于纽约长岛的一个著名的豪宅区。我们可以看到啊，房价从200-300万到4-5千万的都有啊。我们还是选取一个中间偏低价位的650万美元的房子。它呢面积大概是4500尺啊，占地是0.37英亩，有5个卧室，7个洗手间。虽然算不上豪宅啊，但是品质也还不错啊。它的每个月的税和保险支出就更高了，是12178美元。再来看看休斯顿，德州呢一直是以低房价著称的。但是呢，在休斯顿的传统豪宅区啊，房子也不便宜啊。比如说这个 River Oaks 社区啊，它贵的房子呢也要1-2千万美元，最便宜的呢也要200-300万美元。我们随便选取一个中间偏低价位的啊，385万美元的房子，它有6436尺的房屋面积啊，8694尺的占地面积，地不大啊，但是房屋面积不小。有5个卧室，7个洗手间，是2007年建成的，还算比较新啊。每个月的地税加保险还有物业费呢，总共是6613美元。再来看西雅图的豪宅区啊 ，Medina 啊，比尔盖茨呢就是住在这个社区。他在售的最贵的房子呢有2000多万美元的，最便宜的也要200多万。我们还是选取一个中间价位的498万美元的房子。
它的房屋面积呢有3820尺，占地面积呢是8076尺，4个卧室，5个洗手间啊，每个月的税加上保险是4939美元。这个房子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产阶级的新式住宅，跟豪宅呢完全是靠不上边儿。但是呢，处在这样一个比较贵的社区，其实它的房价呢也是相对来说非常的高了，要接近500万美元了。再来看加拿大的温哥华哈，温哥华最有名的传统豪宅区呢是温西的 Point Grey 社区，这里呢毗邻大海，旁边呢就是 UBC 大学，也是温哥华房价最高的区域之一。那么从这张图上，其实我们看不到它的价格分布，我就大概跟您说一下哈，在售最贵的房子呢是4900万加元，那么1-2千万加元呢也不在少数，那么最便宜的呢有200多万加元的，那不过呢这200多万加元的房子呢基本上都已经无法居住了，只能是买来重建的。所以啊，这里面我们选取一个中间价位的600万加元的房子啊，它折合呢是440万美元左右。有3623尺的室内面积，土地面积呢是5300尺啊，7个卧室，7个洗手间，2024年的新房。温哥华所在的 BC 省啊，它的房屋税呢是相对比较低的，比美国要低上了很多，而且呢绝大多数的独立屋也是没有物业费的。所以啊，这个房子每个月的地税加上保险的成本大概就是2500加元左右。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多伦多。多伦多呢，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其实呢，它的豪宅的数量和价格比温哥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在传统的豪宅区叫做 Bridle Pass， 大多数的房子呢都是在1000多万到2000多万加元的一个价格。我们选取一个530万加元的房子来看一下啊，房子的面积呢是5000尺左右，占地面积呢是1.3万尺。6个卧室，6个洗手间，每个月的税和保险呢，大概是2500加元左右啊，跟温哥华也差不了太多。看完这些房子，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或许您会问，大卫，您挑了这些房子，这个意义何在呢？有什么对比的价值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啊，加拿大和美国的房子都不便宜，尤其是在这些热门城市的最好的社区，不光是不便宜，甚至是可以用昂贵来形容。尤其是在美国呀，能住在上述社区里的人，真的就是非富即贵啊！光是每个月的成本都是高的离谱，每个月的你像税啊、保险、物业费，动辄就要几千美元、上万美元。而最关键是啊，我列出的这些都不是顶级的豪宅，只不过是好社区里相对便宜的房子。所以呢，这里面我就有一个感受了。美国的豪宅啊，其实呢，无论是价格还是豪华的程度，都是要远远的超过加拿大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再说点比较实际的哈，让我们来看看华人最多的社区的一些普通房子，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就选取4个最有代表性的华人社区：纽约的法拉盛、洛杉矶的尔湾啊、温哥华的列治文和多伦多的万锦。那么这几个社区或者城市啊，是北美华人比例最高的地方，也是新移民最有可能居住的地方。先来看看纽约的法拉盛，法拉盛就不需要我过多的介绍了哈，美国最大的华人社区，位于纽约的皇后区，它的交通非常方便，坐地铁到曼哈顿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啊。这里的华人比例也非常的高，达到70%以上。它的华人商业和文化也都是非常的发达，是很多这个华人移民到美国后的这个首选居住地。那么法拉盛的房价我们可以看到啊，价格大概是在100万到200万美元之间。那么，但是呢，法拉盛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社区，它的房子呢一般都是比较老的，所以这个房屋的这个品质来说呢，相对也不是特别的高。我们就选取一个中等偏上价位的哈，178万美元的房子。那么这个房子的面积是2025尺，占地面积呢是6833尺，有3个卧室、2个洗手间，建于1930年，接近100年的房子了。那么它每个月的这个税和保险加在一起呢是1900美金左右，178万美元，折合呢就是240万加元，1200多万人民币啊。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不算便宜了。而且呢，房子的品质呢，说实话真的是不怎么样，毕竟呢是快100年的老房子。
我们再来看洛杉矶的尔湾啊，尔湾是最近10几年新兴的一个华人社区，华人的比例大概是40%左右。这里呢，环境优美，教育质量高，治安也好，深受华人的喜爱。但是呢，尔湾的独立屋呢，普遍来说要比这个法拉盛就要高一些了啊，它平均都是要在200万美元起啊，新的独立屋呢就要大概400万到500万左右了。我们还是选取一个中等价位的319万美元的一个独立屋来看看。这个房子呢有3408尺，占地面积呢是3960尺，有5个卧室、6个洗手间，建于2018年，是尔湾非常典型的中产阶级独立屋。尔湾的房子呢，绝大多数都是有围墙社区的，所以呢，多数也都是有物业费的这个支出。这个物业费在美国叫做 HOA 啊。这个房子的地税、保险再加上 HOA 物业费呢，加在一起是每个月$4100左右。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看加拿大的温哥华的列治文的房价哈。列治文呢，恐怕是北美华人最多啊，比例也是最高的一个社区了。这里的华裔数量呢，至少有10几万人，那么再加上其他的亚裔呢，使得列治文成为整个北美亚裔比例最高的一个城市。列治文呢，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前面有提到哈，我的这个办公室就在列治文，我每天要来这里上班。列治文的独立屋的价格呢，通常是在200万到300万加元之间啊。当然啊，400、500万的房子也有，但是相对就比较少了。我们这里面呢，选取一个比较典型的列治文的独立屋，它的售价呢是260万加元，折合美金呢就是192万美金啊。它的房屋面积呢有3445尺，占地面积呢是7383尺，是5个卧室、6个洗手间，建于2013年，在列治文呢属于中等偏上档次的一个房子了。那么这个房子呢，日常成本也要比美国低了非常非常的多啊，1个月的地税加上保险费用，也就是$800左右。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多伦多的万锦。万锦呢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华人社区，其规模呀其实不亚于温哥华的列治文。那么它独立屋的价格呢，大多数都是在150万到300万加元之间。我们就选取一个200万加元左右的一个房子哈，这个房子呢有3000尺的一个室内面积，5000尺的土地面积，4个卧室啊，4个洗手间，也是典型的一个中档次的一个独立屋。200万加元，也就是说折合147万美元啊，比美国的这个加州和纽约相对来说还是要便宜一些的。另外呢，每个月的地税和保险呢，大概跟温哥华差不多，也就是900加元左右。看到这里啊，不知道您作何感想？我的感受是啊，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热门城市生活，房子一点都不便宜。即使是华人多的这几个中等价位的社区呢，你也很难用便宜来形容。尤其是美国加州的房价，真的就是一骑绝尘啊，比加拿大是高了不是一点半点。之前有很多朋友留言就说啊，你不能是这么对比，加拿大跟美国就没法比，尤其是温哥华、多伦多这种2流城市，你跟洛杉矶和纽约这种国际顶级的都市是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我承认啊，加拿大的经济跟美国是没有可比性的，那么美国的大城市的经济呢，是要好过加拿大太多太多了。但是啊，我今天对比的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成本。而且啊，以上选取的都是华人移民最多的城市和社区，尤其是对于那些想移民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来说，我认为这样的对比还是有它的意义存在的。好了，衣食住行的生活成本呢，基本上我们说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啊。总体而言呢，在这些生活的最基本的支出上，食品和快消品的价格呢，美国是要略低于加拿大的，但是在生活服务和住房成本上呢，美国则是要高于加拿大的。当然了，这个以上我们的这个住房的对比呢，只是针对我们华人移民比较热门的一些区域。您要是选择生活在美国的一些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什么阿拉巴马呀、西弗吉尼亚呀、俄亥俄呀、阿肯色呀、伊利诺伊这些州呢，生活成本也是要便宜不少的。而加拿大的草原3省以及大西洋省份的一些部分的地方，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么之前呢，很多朋友给我建议说每期的视频太长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下期呢我再给大家接着对比美国和加拿大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以及就业情况。
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卫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